宝宝，你当姐姐了，看，耶！是弟弟还是妹妹啊？耶！大家好，我是艾玛，欢迎回来。今天做这个视频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重大的消息。废话不多说，哒哒哒，我们要有2胎了。这个测孕棒呢，就是如果没有怀孕的话，就只会出现1条线；怀孕的话就会出现2条线。太开心，太激动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发现怀孕的过程。就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感觉特别容易累下班回来之后，吃完饭哄彤彤睡觉之后，基本上就没有时间跟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就只能赶紧睡觉休息，然后第2天去上班。这样，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我更新视频都比较少的原因，因为实在是没有精力，每天都好累。2个周之前呢，就开始恶心，就很不正常嘛，可能恶心了有4、5天的样子，然后就想，为什么会恶心呢？我当时是想，可能是因为上班压力大累的身体吃不消了，所以才会恶心。我反正是这么想的，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买一个测孕棒测一下嘛。我跟老公都基本上100%确定肯定不是怀孕，但是测一下看一下。然后就测了一下，结果真的就出乎意料，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测出来是怀孕了。太惊喜了，然后我当时就立马就很激动嘛，然后激动的就想哭这样，然后就跑去我老公那里给他看测孕棒，然后跟他说怀孕了。他就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就很懵，就懵的那种状态，一直到第2天、第3天的样子，他才开始慢慢反应过来又要添一个宝宝了，又要当爸爸了。他就开始变得很开心，很激动，就开始想第2个宝宝要叫什么名字啊？他猜应该是个男孩还说就我们家的车要换一个更大一点的车就开始憧憬未来。他希望是个男孩，我觉得男孩女孩都 OK， 最好是双胞胎，因为我一直都想要双胞胎，因为觉得双胞胎真的太可爱了那是得上辈子积了多少福才能生一对双胞胎呀！希望肚子里是一对双胞胎，不是双胞胎也可以。虽然怀双胞胎的几率非常小，但是希望是双胞胎。彤彤有什么反应呢？他还太小，还不懂，因为他现在是只有1岁零9个月。我有立马跟他说，妈妈肚子里有一个小宝宝，你要当大姐姐了，你希望是个弟弟还是妹妹？他就基本上没什么反应，就还不懂。等2宝出生以后，彤彤就已经2岁多了，2岁零4个月的样子。那个时候应该就会更懂事了。之前也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1胎和2胎的一些矛盾要怎么处理这一些。等2宝出生以后，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宝宝，爸爸妈妈在小宝宝的身上花的时间可能会多一些。我能预想到的就是他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去忽略他。适应好了之后，他应该会很开心，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去陪着他成长，跟他一起玩，什么事情都一起做，他应该会很开心的。我觉得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多给他们生几个弟弟或者妹妹，兄弟姐妹，成长路上好有个伴儿，无话不说的伴儿，没有比这更好的。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孕期的反应吧。从第4周开始就已经有反应了，就是从你上一次月经的第1天开始算，到你下一次月经就是1个月，就是4周嘛。我是从第4周
开始就有反应了，最大的反应就是恶心，不只是在早上，就一整天都是恶心，倒是不吐干呕的那种，非常恶心。恶心就会让人感觉，家猫咪在捣乱啊！不要！恶心就会让人感觉很累，因为就一直都恶心，然后对气味比较敏感一些。再就是会头晕，一开始还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会头晕呢？后来我跟老公就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吃的太少了，因为也没有考虑太多嘛，就还是1日3餐这样正常吃，但是就头晕，就正上着班呢，然后就突然就那个头就嗡的一下，感觉要晕倒了一样，或者说我蹲在那里，然后突然站起来的时候就头晕，然后也许要这样要缓一下才能缓过来。后来发现确实是因为吃的太少了，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包里面就带很多吃的，每2到3个小时就要吃一顿，就是1日3餐正常吃，但是在3餐中间还要每隔2、3个小时加一餐。我这样做了之后，头晕就少很多。所以呢，怀孕之后一定要记得及时加餐，不加餐的后果很严重，会头晕，浑身没劲儿。因为你肚子里现在有一个宝宝，你吃的东西是给2个人吃的，就感觉食物消化的非常快，很快肚子里就是空的感觉，你就需要赶紧再吃，填不满的那种感觉。哎，就吃吧。怀孕的时候前期多吃，应该也不会长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我现在嗓子有点怪怪的，好像要哑嗓子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什么反应呢？再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容易累，特别累，所以就需要多休息，不能睡得很晚。没怀孕之前呢，我一般都在12点左右才睡，就很晚。但是现在怀孕了嘛，然后就尽量9点左右就睡，8、9点的样子就赶紧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再就是现在开始会做一些关于宝宝的梦，我现在为止做了2个关于宝宝的梦，一个是就梦到宝宝刚出生，是个男孩，长得非常可爱，然后刚出生就会跑那种，太神奇了。昨天晚上还做了一个关于宝宝的梦，就梦到宝宝在我肚子里踢我，然后整个他的小身体就这样往肚子上拱。顶我，特别真实，在梦里感觉啊，我还在想，怎么这么早这么快就开始踢我肚子。另一个孕期的反应就是身体上的一些变化，从怀孕开始呢，身体上就会自动的去做一些调整，为你生孩子当妈妈做好一切的准备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感觉胸就开始有些胀，明显比怀孕之前有大一些，然后就比较敏感。肚子的话就感觉是那种就有点胀的那种感觉，就像吃了很多，吃了很饱的一餐，肚子那个状态就是胀的感觉。现在因为还是早期嘛，现在是第7周，所以肚子还很小，还没有隆起。不仔细看的话，应该是看不出来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基本上看不出来。正面是这样子。我后期打算做一支视频跟大家更新孕期孕肚的这个变化，大家期待一下。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生2胎会比1胎疼，因为听我姐我妹还有在网上看到的搜到的一些信息都说2胎会比1胎疼。为大家讲一下我生彤彤的时候是怎样一个过程。我当时生彤彤是顺产，就完全没想过要剖腹产，就觉得顺产对孩子好，然后医生也说可以顺产，然后就顺产，结果非常不顺利。就从肚子开始阵痛到医院到生出来，总共用了26个小时啊！最后就疼到完全没有力气，巨疼。那个过程
特别难熬，就感觉自己身上的最后一丝力气都被用光了的感觉。我记得当时有在后背上打那个麻醉，还有吸，不能说是氧气，因为吸完之后就特别舒服，怀疑是不是在氧气里面又加了一种什么东西，但是我也不会说，可能也是一种气体的麻醉止疼吧。这2种就非常管用，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那个作用就开始慢慢的消失了，然后就那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特别疼。当时呢，他开的指数不够，下面开的口不够，所以医生们只能就拿剪刀在下面就剪了2刀，然后拿一个吸盘就进去吸住彤彤的头，然后就帮着往外拖嘛。记得医生跟我说，你现在要用力，用你最大的力气再推一把，使劲往外推它，然后我们用吸管呢就使劲往外拔，这样一起加油，而且要我快一点，因为当时羊水已经破了嘛，如果用的时间太长的话，彤彤会缺氧的。对，所以就当时就作为妈妈的一种本能，就虽然没有力气了，但是还是用尽力气，然后一下子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彤彤就感觉脸色都有点发紫了，可能就憋气憋的时间有点长啊。然后他们就让我抱着他，跟他说说话，几分钟的样子，然后就把他抱走了。抱走之后，医生们就立马把我推到手术室里面做一些缝补的手术。手术用了4个小时，所以他刚出生的4个小时，我都没有见到他。现在聊他出生的过程，都感觉好感动，感动的想哭。生孩子真的是，不真正去经历的人是不会明白的那种，痛。我只能是那种撕裂的痛来形容它。生完之后有4、5个月的样子，都不能下床。刚开始生完就不能下床，不能正常走路，好几个月都不能坐在椅子上吃饭，这样要趴着或者跪着。产后恢复的路也很长，有的人恢复的比较快，我就恢复的稍微有点慢，因为他们用剪刀剪了嘛，然后做了手术，所以恢复的比较慢。后期而且还出现了发炎，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每次看到彤彤，我就觉得值得。那个痛它是短暂的，要记住，那个痛是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而且过去了之后，过了2年、1年，你再去回想当时到底是有多痛，具体有多么痛，要你去形容它，你都形容不出来。我是这样觉得，可能作为女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不能让你记得太清楚，你记得太清楚之后，你就不会想要再去要2胎、3胎。所以说不管有多痛，你会忘记它有多痛，你还会想要再多生，再生下一个，再生下一个，是不是很奇怪？当妈妈是个什么感受？当妈妈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自己完整了，觉得自己一下子就长大了、成熟了。当了妈妈之后，你作为妈妈的那种责任就推着你，一夜之间你就长大了、成熟了。你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当妈妈之前，就还是比较自私一些，考虑的都是主要是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就有那样一个小生命，你想要把最好的都给他。